来，我们碰一个，辛苦你俩做饭了。做这么多菜啊？不辛苦，都是很简单的菜。快尝尝吧。好，你们知道吗？这几个菜可都是叶世兰做的，我只是帮忙打了个下手。那你怎么不做啊？她做的太好吃了，我可不想献丑你。别这么说，万一不好吃怎么办？那你放心，就算不好吃，我爸妈也会说好吃的。你又胡说八道，这样我们夸好吃都显得不真诚了。这个鸡翅一点腥味都没有，你怎么处理的？用清水多洗几遍，再用料酒、姜加上花椒腌制一下。加花椒不错。这个味道也挺香啊，是叫小鱼炒小虾是吧？对，这个鱼和虾可都是叶世兰她妈妈寄过来的。啊，那是你家乡的做法。不是，我是从网上学的。有人叫它荷塘月色。好有诗意的名字。我尝尝。跟名字很相符，有一种乡野的味道，好吃。我就是依葫芦画瓢。同样的菜谱，不同人做，味道都不一样，说明啊，你有天赋。她就是习惯性客气和谦虚。我哪有？你本来就有很多天赋啊，开车也是，像今天打球也是，说不会打的，结果打得可好了啊！是吗？跟谁学的？也没怎么学，小时候经常跟我爸爸打着玩，在家楼下找个空地可以打很久，是最简单的一种娱乐方式吧。啊，你爸妈身体还好吧？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来，吃点菜。谢谢。陆朝夕应该跟你们说过了吧？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自杀去世了。说过了。原来我确实不太愿意提及这件事儿，一方面觉得难以启齿，另一方面心里对他也有怨念。但是自从和陆朝夕在一起，我慢慢也就放下，想通了。因为我爱他，所以才会怨他，不想让他离我而去。所以没关系，现在我已经接受了，我们不用再刻意避着这件事了。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是。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想通了呢？你又没问过我。来，都是你的功劳，再吃一点。来，让我们再一次举杯，庆祝我们叶一生重回儿歌。祝贺祝贺！谢谢。恭喜啊！好的。哎，你小子说实话，当初调小叶做助理，是不是早就动了心思啊？那可绝对没有。没有吗？领导还在呢，有一点说没有，不然你来走。我今天专门是来吃饭的，其他什么都没听见。吃，你刚刚跟我妈在聊什么呢？聊得那么开心阿姨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个小动作。阿姨说，你每次动歪心思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做几下。我妈怎么老出卖我呀？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小时候看一休哥，每次思考的时候总喜欢盘起腿，在脑袋上画圈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又太夸张了。然后我自己想了个小动作，后来就变成下意识的习惯了。原来你也中二过。你没有啊？我没有，我早熟。那你之后一定会有的，我配合你。你是不是很想让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们在交往啊？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是怕你为了配合我委屈自己。
当然不会。不过这次义诊之后，医院已经有人传我们之间的关系了。真的？林特助告诉我的，但我怕你心里堵得慌，就没告诉你。怪不得这几天在医院里，总有人主动跟我打招呼，有些我都没有打过交道，他们却好像认识我。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因为我做院长助理的缘故，但后来又一想，我做助理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可能你在他们眼里有另外一层身份了，就是院长的女朋友。其实我不想被区别对待的。放心，只要我们不主动承认，传言很快就过去了。院长早。早。家里小孩谁在带？他爷爷奶奶。如果需要请假跟我说。好的，谢谢院长。来，让我听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好，听一下后面。吸气，呼气。好了，我先给你开个单子，抽个血化验一下，估计是支原体感染。医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支原体感染可以自愈的，那是可以不吃药吗？你是不想让他吃药吗？哎呀，对啊，总觉得药吃多了不太好。你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用药是为了配合身体，避免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如果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可以不用药，但是他现在的情况有一点重，所以我还是建议配合抗生素治疗。现在他去化验吧，一会儿详细结果出来了，我再跟你解释。好的，好的，谢谢医生啊。曾医生，曾医生，院长真的跟叶医生在交往吗？我不知道啊，不是你说的吗？你真的害惨我了！怎么了？现在大家都说院长和叶医生的事儿是我说的，那我也没说是你说的。你说我最早发现他们有问题，那大家传来传去，不就变成是我说的啦？对不起啊。你好，你好，吴小姐预定的8位。好，好的，请跟我来，这边。来，干杯！来，干杯！谢谢叶医生请我们吃大餐。这是院长请的，那我们也是沾了你的光。叶医生做助理期间呢，让院长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工作的特点，所以这一顿呢，该院长请。哎，院长怎么没来？院长怕他在，我们吃的不自在。其实也无所谓，院长跟咱们年纪也差不多，应该还挺有共同话题的哈。还真不一定啊，院长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跟我们差别太大了。哎，我听说叶医生和院长很聊得来哦。是聊得来，院长很平易近人。这我可以作证。上次我们一起做院长的时候去桃源村，院长一路上都在说笑。其实吧，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我们觉得他是院长，所以有时候说话会下意识的谨慎，对吧？那叶医生会有这种困扰吗？我原来有，现在没有了。院长有女朋友没有啊？
没听说啊。听说什么？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吗？不就是个茶余饭后的八卦而已嘛。是，我也听说了，好像在传我和院长在交往，挺有意思的。哎呀，我就觉得没什么。要是真的呢，反而还挺好的。就是后来传来传去，都给传跑偏了。怎么跑偏了？无非就是说院长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跟你也就是玩玩，所以一直不公开了。这我倒没听说啊，也太离谱了吧？那院长岂不是很冤？我觉得这些话吧，应该传不到院长耳朵里。不过你要是能跟他说说，是最好的，顺便可以辟个谣嘛。叶医生，你还好吧？我挺好的。我不知道你都听到了些什么，但这件事真不是我说的。我知道，我相信你。你知道哪有红酒吗？你想喝点酒啊？在那边，我跟你一起去拿。来。医生，吃得开心吗？你加完班回去了吗？没呢，还要一会儿。怎么样？特别好喝，你尝尝。你给拿，好吃好吃，拿什么？晚上吃冰了对胃不好。哎，我准备下班回家了。Says good night. Get lost in the crowd. Have you followed behind? Rainbow, sunshine, recurring every time we might.不是说他们都走了吗？骗你！走吧，送我回家。那我们先走了。明天见，拜拜。喝酒了啊？一点点。那你不给我解释一下吗？你开心吗？开心啊。其实也很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对不对？你是受什么刺激了吗？对不对嘛？对。那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清楚？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医院里有人说你欺骗我的感情，不想公开，我就不高兴了。那明明是我的想法，你只是顺从而已。所以你故意让我去接你，是想为我证明啊？没错。那你刚才介绍一下我的。我介绍了，出来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男朋友来接我。看来我也是有新身份的人了。不过你瞒了这么久，不会觉得自己刚才太冲动了吗？不会，之前是我太怂了，畏首畏尾，让你受委屈了。我才不觉得委屈呢，只要你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开心的就好了。我开心啊，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好，想听歌吗？想。Shining armor. Now I'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 the end. Just me, the dream make it come true. So from now I'll be with you.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院长，我来弄吧。叶医生有教过我怎么处理的。不用了，我已经弄完了，正好活动活动。嗯，好的。哦，对了，你知道我跟叶医生之间的关系吗？这2天有听说一些。我跟叶医生之间的事儿不要跟别人去聊，也不用特殊对待他，他不喜欢。好的，我知道了。注意一下。好。高院长。叶医生呢？他去开会了。哦。哎，嘿，小叶，我正找你呢。高院长，怎么了？是这样啊，明天呢，我们院里要开一个医疗援助的动员大会，我呢想让你上台发言，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和经验。我不行，我不太会讲。这有什么呀？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这锻炼锻炼也好啊。您看，参加医疗援助的人那么多，要不您找别人？不是，我是选了3个医生上台，你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考虑你是院长的女朋友吗？你上台发言，这个动员的作用更大，是不是？要不我找院长请示下？不用，那算我一个。哎，这就对了，好好准备啊！哎，高院长，您有事儿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行，知道了。好，高院长慢走。哎。其实我早猜到了，但你没说，我也只能当不知道。不过你那样公开还挺帅的。我只是不希望大家再猜来猜去了。我明白，所以我们就帮忙扩散了下。没想到连高院长都知道了。你能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吗？不懂，你跟院长的身份和家庭条件差别都很大，背后免不了会有些闲话传出来。而且大家在跟你工作相处时，也无法忽略你是院长的女朋友，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会跟院长扯上关系。
或者被解读成为院长的意思。是啊，这样压力太大了。其实这也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有些人可能还会很享受。你看，副院长找我有事儿都得亲自来，多有面子。这样传出去，就会变成我狐假虎威，在摆谱了。还真有可能这么传，所以要自己注意，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没办法的。